不少舆论都认为李显龙对华态度表态是非常积极的，像前段时间他多次的表态，国际社会应当正视中国的这种崛起。因此呢，有一些舆论把这个李显龙说成是北京耳语者。对此呢，李显龙对此进行了驳斥。那范先生，您觉得李显龙的对华态度、对华立场到底是怎样的？李显龙不会做北京的耳语者，他也不会做华盛顿的耳语者，这是当前新加坡这个外交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李显龙的这个在访美期间的这个表态呢，也体现了他一直所强调的一点，就是和中美两大国都做朋友，并且呢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新加坡已经从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受益，与中国的合作呢也在不断升级。所以呢，李显龙并非只是说给中国听的面子话，而且在美国人面前，李显龙也没有必要讲这种可能令美国人不高兴的一些面子话。所以呢，李显龙的这个表态呢，应该是比较认真的，因为新加坡希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它首要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它外交的根本的目的，首先是要维护新加坡的生存和它的基本的国家利益，同时呢，营造符合这一根本目的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区域和国际环境。此前，美国政府就多次施压新加坡来对华施压，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呢，他说过这么一段话：新加坡这般的小国呢，能力有限，无法影响大国的决策，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小国就要随意的任人摆布。那范先生，您怎么来理解李显龙的这一番话？那新加坡它的在外交生存空间上，你又怎么来看？其实我们可以说嘛，就是小国难做，只有平衡。目前来看呢，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所以这两个大国对于新加坡而言都不敢得罪，也不会得罪。尤其是当前在疫情持续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新加坡所面临的经济复苏压力，以及领导人更迭的这个过渡期，可能会让新加坡更加谨慎地处理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而新加坡历来在外交上呢，它有几个层次，相应的也会体现为几重身份。首先呢，它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东盟国家第二是作为一个小国，第三是作为大国平衡者。东盟国家的这种身份定位呢，就意味着说，它对于东盟地区秩序的维护和东盟框架下多边合作的一种依赖。小国身份呢，也塑造了它的基本外交理念和原则，并发起了小国论坛、小岛屿国家联盟等等，主要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多边舞台。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积极的拉拢东南亚国家，那新加坡也是美国重点的拉拢对象。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上月底，在李显龙访问美国期间呢，在拜登讲话多次提到印太这样的一个概念情况之下呢，那李显龙他没接这个茬，他提的都是亚太。那庄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新加坡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究竟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新加坡在亚太的角色不是美国赋予的，这个角色的定位谁做的呢？我告诉大家，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为了维护新加坡的利益，为了让新加坡利益最大化，他的对新加坡自身在亚太的角色做出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呢有3点。那么第一，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第二个考量，新加坡应当引入美国的势力，在亚太地区平衡中国。第三，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新加坡不选边站，这点也非常明确。而且呢，新加坡不希望中美在亚太地区对立，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就大象打架，小狗遭殃。其实呢，在访问美国期间呢，李显龙也没少对美国发出忠告。比如说，他在参加一场活动当中呢，就提到，中美就算不能达成共识，至少也要开始建立联系，这有助于双方处理问题，并朝着有建设性的方向去走。那怎么来解读李显龙的这一番表态？新加坡是经济外向度非常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对新加坡来说，世界和平、世界合作，对我们是最有利。所以新加坡就希望这些无论是国际上的力量，比如说中国、美国、日本，或者是本区域的力量，比如说东盟，都可以保持首先保持平衡，
第二呢是保持友好，保持往来。那只要保持这些友好往来合作，那对新加坡就是个好事。自3月26号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展开了为期8天的访问。期间，他多次提到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并提醒美国，一旦和中国脱钩，美国会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他同时呼吁不要让中美关系复杂化。李显龙执政下的新加坡如何在中美之间游走？李显龙是否有意要做中美间的超级联系人？政治理念深受其影响的执政党下一代领导人黄循财是否将会延续这套外交平衡术呢？来看短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此次访美行程被媒体评价为再次施展新加坡的外交平衡术。在3月26号至4月2号这8天里，李显龙一方面与美方相谈甚欢，另一方面在对华问题上、中美关系上则表现出了客观和理性。期间，李显龙不仅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在内的多名美国政要及美国工商界领袖谈合作，还在华盛顿打卡看樱花、逛超市，气氛相当轻松融洽。拜登与李显龙在共同记者会上对会谈成果也颇为满意，释放了不少积极信号。Singapore is a major security cooperation partner of the U.S., in fact, the only country with this status. Singapore deeply appreciates President Biden's leadership in strengthening U.S.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eepen our partnership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moment and to meet them together. 实际上，原计划在3月28号到29号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因故无限期推迟。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缅甸东盟4国外长组团于3月31号至4月3号访问中国，而李显龙却选择访美，这也是东盟国家领导人在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后首次访美。不少外媒就分析认为，这是新加坡主动向美国靠近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拜登自上台以来一直推进印太战略。李显龙在与拜登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就特地提到欢迎印太经济框架。不过，李显龙对印太经济框架的理解似乎与美方有些分歧。就在会晤后的第2天，3月30号，李显龙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对话会上，对印太经济框架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李显龙用3个一描述他眼中的印太经济框架应该具有的积极性：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议程，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议程，一个对各方都有好处的议程。这一番话听得台下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连连摇头。在3月29号，李显龙与拜登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拜登在发言中至少6次提到印太地区，而李显龙则在发言中多次使用了亚太一词。And i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orsen, that has a big implication for the whole of it. 而在3月30号的活动上，尽管主持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在对话中提到印太，但李显龙并没有顺着哈斯的话去说印太地区，而是强调了亚太地区。虽然只有1字之差，含义却大有不同。I want to begin with the joint statement that was issued on the occasion of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Biden earlier this week. I want to quote one line in particular. The war in Ukrain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mpacts the Asia-Pacific area at many levels. 这个如果使用印太这个词呢，也是某种隐含这个表达这个对于这个安全呢，对于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些安全的理念的一种这个认可。而亚太地区呢，我们很大程度上呢，它是和这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还有这个区域整合，这些概念这个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我认为呢，李显龙总理呢现在提出这个更多的强调这个亚太呢这个词呢，其实他也是希望在地缘上呢，各方能够更多的强调这个地区间的这个合作，还有经济整合。